他在3年的时间内强奸了15名女性，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报警，因为前14个人都从事特殊行业，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所以始终没人肯去报警，导致这个变态胆子更大了。于是他将这次的目标对准了一位银行职员。民侦先用药物迷晕了他，再把他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后，做了禽兽不如的事。这个变态每次办完事后都会将刻有名字的名牌收集起来，当做自己的战利品。然而这次却发生了意外。因为药打太多了，导致明真直接没了呼吸。回到家以后，他老婆熟练的把痕迹全清理了，埋到了自家院子。可第二天给老公洗衣服时，发现外套上有好多渗出来的血。她琢磨着，这回老公肯定捅了大篓子，于是咬咬牙拿起电话报了警。이민진 살해 혐의로 체포합니다。警察带着嫌疑人金国浩去作案现场指认，最后从河里捞出了明真的尸体。金国浩因为强奸杀人被判了15年，在监狱里他装得特别听话，还被评上了模范囚犯，于是刑期从15年减到了13年。可就在这变态快要出狱的前几天，网上突然冒出来一个神秘人，发起了一场游戏，说只要干掉金国浩就能拿到200亿韩元奖金。为了证明这不是在开玩笑，那神秘人在体育场里直接撒了10亿现金，这下那些穷疯了的韩国民众全都沸腾了。金国浩瞬间变成了所有人眼里的移动提款机。金国浩刑满释放那天，监狱门口堵了大批抗议的人，甚至有人当着警察的面就想冲上去领那个100亿大奖，但被老白他们给拦了下来，没得逞。刚出狱的金国浩直接被吓傻了，可回到自己家楼下，又有好多人举着牌子骂，说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保护这种人渣。金国浩只好在媒体前面道歉，照着警察给写的稿子背，说自己蹲了10几年大牢，已经彻底改过了，现在就想安安静静过日子。说着说着还跪到地上哭了起来。可一回到屋里，他马上换了副表情，一点愧疚的样子都没有，还让警察在他家当起保姆，吃起了寿司。这时候好多年没见的老婆找上门来，还带着律师递来了一份离婚协议。金国浩开口就骂，说啥也不会放弃儿子的抚养权，然后把人全轰了出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麻烦这才要开始。有个老太太弄了几条河豚，从里面提出来一瓶毒素，打算今晚就去亲手干掉那个杀人犯。与此同时，在老白住的小区地库里，保安巡逻时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那人正拿螺丝刀敲后备箱。保安刚想喊人来支援，就被那个长毛一把推倒了。正好老白开车回到小区门口，保安说有个人在你车后头，话都没说完，老白就赶紧冲了过去。还好后备箱里的10亿现金还在他查了行车记录仪，发现长毛还对着镜头挑衅。这里肯定不安全了，于是他把车开到了外面的停车场。老白正为藏钱的事发愁，同事突然打电话过来说，那个混蛋喝了酒，正闹着要出门。老白说，你们先稳住，我马上到。另一边，那个老太太正往金国浩住的地方赶，可路上碰到了警察设卡检查，想过去就得接受检查。还好车上只有捕鱼工具，警察没发现啥，就放他过去了。老白赶回来的时候，金国浩正嚷嚷着要出去买东西，还冲着外面的记者喊，警察限制他人身自由。老白实在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，但只给他5分钟时间。为了安全，一队人先去把超市清了场，把顾客全赶了出去。然后再派一批人围着金国浩往超市走。坐在车里的老太一眼就认出了金国浩，觉得这可是报仇的天赐良机，赶紧掏出准备好的河豚毒素，在箭头涂满。老太想进超市，却被门口的警察拦住了。他说自己低血糖犯了，就想进去买块巧克力。心软的警察还是让他进去了。这时候金国浩正大摇大摆挑东西吃，完全不知道超市里有人要取他性命。老太从怀里掏出鱼枪，对准金国浩就射了出去。可惜第一下没射中，于是赶紧上了第2发。就在他射出第3支箭的时候，被赶过来的老白给制住了。可刚才还好好说话的警察突然口吐白沫，人慢慢没了意识。这个刚上岗不久的警察中了毒，被紧急送医。老白找到老太跪下来求他，说到底用的什么毒，但老太坐在车里一句话都不说。后来警方查清楚了，老太就是13年前被害者明真的母亲，今天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报仇，而且她本身也得了绝症，没多少日子了。她丈夫因为女儿去世，精神也出了毛病，现在老太太因为杀人未遂还伤了一名警察，虽然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剩下的日子很可能得在监狱里过了。 정신도 온전치 않다면서. 산 사람 살아야지. 另一边，老太太家门口有人敲门，老头开门一看，外面没人，只放着一个神秘行李箱。
昨天那场刺杀之后，金国浩家外面聚集了更多人抗议，警方只能加派人手。老白跑到同事旁边问：“听说你买了新车，想借2天试试？”说完就把钥匙抢了过去。老白把那10亿现金的箱子悄悄挪到了同事车里。这时有个人站在金国浩家对面。金国浩씨， 저는 변호사 이상봉입니다。冲着那边大声说，警察在侵犯人身自由，还说自己愿意当金国浩的代理律师，很快就被警方带走了。他打开手机摄像头，对着警察和抗议人群拍。他查过这场游行没有申请记录，所以是违法的，这是在侵害别人的权利。他要求警察立马把人抓了，不然就告他们玩忽职守。碰上这么不要脸的律师，警方也没辙。这一幕被金国浩看在眼里，于是提出要见见这个律师。얘기하는 게 불법은 아니잖아. 예, 김국부 씨 안녕하십니까? 변호사 이상봉입니다. 예, 나는 김국부라고 합니다. 선생님 나를 좀 도와주신다고. 想到老婆要跟他离婚，现在确实得找个律师帮忙。金国浩对面前这个律师说，自己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想赚律师费可找错人了。李尚凤笑着说，他不图钱，但金国浩心里清楚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不是图名就是图利，总有一样是你想要的。 필요한 게 생기면 제가 그때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. 然而，针对金国浩的刺杀并没有停止，有人为了那200亿奖金，偷偷溜进实验室，偷了几瓶化学药品，回家捣鼓出来一个遥控器，再把偷来的化学品装进瓶子里，一个简易遥控炸弹就做好了。为了试试炸弹威力，他跑到一栋废弃楼里，用假人当目标，把炸弹搁在旁边，然后掏出遥控器按了下去。爆炸效果让他很满意，觉得那200亿韩元自己肯定能拿到手。 너 누구 맘대로 밖에 데리고 나갔어? 죄송합니다. 죄송을 씨발 똥을 싸지켜놓고 죄송하다 그러면 다야? 老白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，因为擅自行动差点坏了大事，质问他为啥不提前打报告。现在一个队友受了重伤，老白也没客气，说自己和同事拼了命干活，可警卫科就派了几个民警，人手完全不够用。队长当场火了，把老白拽了出去，怕这小子再惹事儿，老白只好回工位上。结果桌上多了个包裹，里面只有一个 U 盘，插到手机上一看，正是他偷偷搬箱子的监控画面。正当他发懵的时候，一个神秘电话打过来了。 요즘 블랙박스 화질 좋죠. 너 이 개새끼야 지금 뭐 하자는 거야? 长毛一直追着那10亿现金不放，那可是他拿耳朵换来的。要是把视频发给媒体，第2天肯定上头版头条。他的要求很简单，2天内把钱还回来，不然就让你和人生说拜拜。另一边，那个男人已经把炸弹弄好了，把藏了炸弹的包裹交给快递员，说下午6点前必须送到。然后他独自去了金国浩家门口等着快递送过来，正好看见律师和警察在吵架，刺杀目标金国浩也在旁边看热闹。这时候快递准时送来了。 네, 경찰입니다. 네, 뭐예요? 그게요? 야, 귀 안 막 뭐하냐, 니들? 警察顺手把包裹接了过去，但律师让他停下，质问警察为啥不检查，万一里面是炸弹咋办？听到这些对话，那男人开始慌了，要是被警察发现，就全完了。金国浩已经走进了爆炸范围，顾不了周围那些无辜的人，他决定提前引爆炸弹。可按下开关后，包裹一点反应都没，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。就在这时候，老白到了现场，听他们为点小事吵个不停，一把抢过包裹扔进了车里。眼看刺杀要失败，那男人只好扔掉遥控器，从包里掏出盐酸，开始执行备用计划，朝着金国浩冲了过去。 강이다. 강이다.我是大远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